剩饭供佛的老奶奶。在一次佛陀和上首座的弟子阿难呢，去托钵化缘，托一个钵化缘，除了说他也必须饮食需要之外，本身也是给来布施的有缘人呢结下一个善缘种下一份功德的种子是这样，所以叫托钵化缘。佛陀和阿难呢就是正好去到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这个国王是相信，是非常真诚崇信那个婆罗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宗教的一位国王。在某人的挑唆下，就是说他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公民拒绝供养佛教人士，从佛陀到佛弟子、佛教出家人一律不供养，违反者会被严重罚款，给予各种惩罚与警告。所以有一天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觉得我要和这里的人结缘，我看这个地方这个城市的人有没有那么几个人有这种慧根有大福气的人那释迦佛就来了和阿难，结果辛辛苦苦绕着这个城市的居民街道走了整整一大圈子，从早晨走到下午3点半，一碗饭都没要到。所有的人家和商铺一见他们来就把门关上，或者装听不见装看不见，因为他们要是给了这个供养布施，他会被罚款的，被国王惩罚的何况呢，人也是需要教育，因为他们不懂得佛陀的伟大呀所以就是这些公民也是躲着也是故意躲。从一个人来说，佛陀和阿难那走的是又渴又饿又累在上的岁数这个腿都走软了，眼看从这个城市接下来走上城门就走出去，没有化到一滴水的，正在失望的走的过程之中快离开这个城市了，结果有一个正在往外清理剩饭的做女佣的佣人的老奶奶，正在往外清理主人吃剩的饭，稍微远一点看呢，那个好像传说中的佛陀和他的弟子正在往这边走，拖着钵，他们通常拖着钵走路就是来化缘。这老奶奶一看愣了，就说哇，好伟岸的一位美男子这种风采真令我神往哇，我说信不信他无关我觉得我应该去供养他，去朝拜他。这老奶奶就发出这么一种愿望来，就眼睛就看愣了，直勾勾的，就像看一个非常崇拜的电影明星一样看着他，看着看就愣着神的时候，佛和阿难就走过来了，他给他打招呼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的，早上好中午好的，之后你看你们怎么样，化到缘了吗？佛就摇头没有，一看钵里头空空如也，一滴水都没有，看他们走的路那嘴唇都干了，两眼也无光这老奶奶非常的善良，非常崇敬释迦牟尼佛，就合掌说，哎呀，伟大的佛呀，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弄了我就特别想供养您，我都想做天下最美的美食供养您。阿难说可以可以，那个你现在有吗？没有，我这都是主人吃剩的饭，这如果你想供养的话，目前美食你肯定没有，但是剩下的这些饭你想供养吗？说那怎么行这是我们人吃剩下的饭，我也供养2位尊者的话，这个是一种亵渎我怎么好意思，我没这个胆量，我希望做最美的美食来供养。说你看我们在城里走了一圈子，没有一个人敢供养，如果你今天敢，那今天马上你可以供养剩饭就剩饭，也是你的一份心意关你的心到佛知知道吗？老奶奶真的吗？这剩饭我也能供养？说能，你只要敢供养，我们就敢接受呀。老奶奶，哎呀，真不好意思含着眼泪就
倒在他们2个人钵里。佛接到这个倒来的剩饭之后，立刻脸色、气色、眼神立刻变了个人，就好像吉祥的光放着那个吉祥的光就开始散发出来，而且佛陀的这个面孔立刻转向了特别明显的微笑，很开心的微笑，眼神都放着光芒的微笑。阿难呢，很少见到佛陀这么开心的笑阿难就很吃惊的说：“我说佛呀，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呢？”佛说：“我看到了现在供养的这位老奶奶她的未来。”说：“那你讲给我听听啊，又是怎么回事啊？”说：“这位来今天供养的老奶奶从今以后未来的15节是一个时间15节他都会天上人间最最吉祥富贵的人，他的富贵无人可以比呀！”这样的，怪不得佛陀露出这么美好的微笑，因为你在看到了这位供养布施了老奶奶，在未来的15节成为天下最富贵、最吉祥、最美丽的女人而且不是人间的人类，知道吗？在天国呀，那15节是多长的时间呢？645亿地球上的年，你还咋数呀？那几乎等于永恒所以佛陀看到了这位老奶奶这供养了这一碗一钵剩饭之后，而获得了几乎等于永恒的最吉祥、最富贵、最美丽的整个生命状态。所以他看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所以发出了真正发自于慈悲而内心的赞叹式的微笑就是说，哎呀，这位老奶奶太吉祥了，感叹吧。对，这是在《大智度论》当中这个所提到的这个故事，并且还说，未来这位已经获得天人成就的大富大贵、最长命的这位老奶奶，未来还成就叫辟支佛果，就是接近于最圆满佛果的那尊佛，就是能成佛。对，成佛，成佛等于与宇宙共生存。在古代乃至在佛陀在人间的这个时期就是其实有很多位这个巨富和发心的供养人其实也有一些供养人比这老奶奶供养的论金钱的话要多上亿倍，但是他所证得的果还不如老奶奶证得的，是吧？总有原因的。你看这个国王下的命令，众生不可以供养佛，不可以供养这个佛教僧众。他在抗着这个命令的时候，是吧？还有佛陀在这转了快1天了，都饿着肚子呢。佛陀有没有神通，知不知饿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你的那种纯真与善良与最纯洁的恭敬，这个是有关系是吧？所以你想，他在供佛的时候，他有所求吗？做女佣的这个老奶奶，不懂得那些投资，不懂得那些回报，她只懂得说，哇，这样一个伟大的修行人，我欢喜赞叹，我要把世间最美好的食物贡献给你。可是这个时候我手头没有所以阿难给他一个机会，说你机会来了，哪怕是剩菜剩饭，如果你乐意供养的话，也都是功德无量大家看到什么叫功德无量了吧？你想获得任何成就一般获得成就大家不懂，获得成就，比如说你今天读博士毕业，那你要多少科要考到第1，对不对？那你还要坚持了多少年，还遇上好的教授的引导，对不对？你也努力至少15年以上，你才可能获得一个博士嘛，对不对？所以你成就觉悟的资粮也是需要的。你首先要有一个慈悲的基础，变成慈悲的人先从布施开始，因为一般的常人只是想获得嘛。在佛门的成就就是让他人好，我才快乐。对，是这样子的。无所求的供养是最高的供养，有所求的供养就会
不那么高。就给大家说一个直白的有点掏心窝的话啊，对，有所求的就会低了啊，无所求的就最高贵。